去吃一家号称曼谷自助天花板 Copper。那么大家也看得出来，我已经基本上整装待发了。现在呢，其实只有2点多，我们定的是4点半的那一个时间档。那为什么我这么早就要准备好呢？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。刚刚说完又堵了，堵死了。打个恶嗝。打不出。那因为我们过来的时候，路上开了2个半小时。对，开了2个半小时，然后过来，因为已经很晚了，他们9点就要关门了，所以我们只能吃1个小时，然后开回去又要1个小时，预计。因为上一次我们去吃 Copper 的时候，在路上堵了2个半小时。2.5个小时，实在是太堵车了，以至于我们到那边只用餐了1个小时。因为 Copper 是这样子的，你预定的时候是全款付掉，然后你要改时间的话，需要提前48个小时来改时间。如果你当天改时间是不可以的，当天迟到了的话，也不会给你往后延，然后就会缩小你自己的用餐时间。所以呢，这一点损失只有消费者自己来承担。当然，这一点也不能说商家不对啊，因为迟到本来就是个人行为嘛，我们一定要严格的遵守时间。那么对于 Copper 这家餐厅呢，我觉得我也是有一点点发言权的。首先啊 ，Copper 的地理位置是不算好的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要到 Copper 那个地方是要穿过曼谷的市中心，再到了那边的。那么对于来旅游的小伙伴 ，Copper 这个位置也不算是中心地带啊。但 Copper 它的自助限时2个小时啊，但是 Copper 里面的装修还是挺不错的，而且地方面积很大哦。所以2个小时里面呢，你既要跑出去拿东西、拿食物，既要跑到柜台里面去点餐。Copper 里面一大部分的餐是需要你到柜台去点，它有一个很大的图片，你按照图片上的对应的号码告诉他你要几号几号，就是哪个餐食。点完以后回到自己座位上等待他上餐。但是哦，拿餐的地方或者是点单的柜台都是会经常排队的，所以这一点都是在消耗你这2个小时里面自己的时间。不过客观点来说 ，Copper 的上菜速度不算慢的，还是挺快的。相信大家应该能够吃得比较满意。再来呢 ，Copper 里面啊，它这个自助餐里面有好多的餐点是面食类的。那你花了大价钱来吃自助餐，吃了好多面食，就很容易饱嘛，很不划算嘛。但是怪就怪在哦，他们家这个面食还真的是做的挺好吃的，以至于他们还开了一家分店，是专门来做面食的，就在1楼。那如果你不想花大价钱来吃自助，就可以去他们1楼尝试他们的面点。再来说说 Copper 的菜单哦 ，Copper 分了好几档的菜单，最低的其实是1359，但是这个1359它藏得非常的隐秘，一般人都找不到它这个预定的入口，这个我们稍后再来说啊。我来说一下他们几档的区别，接下来呢就是1999，后面就是2000以上啊，包括3000都有啊。其实它每一档的区别就在于什么呢？就在于它有一些 special 餐食，比如说我们最低是1359这个档位，你下一档是1999，也就是说你花了600铢左右去买了这几样特殊餐食。那你就自己去评估一下，如果我多花了这600铢，去多买了这3道菜，我喜不喜欢？我值不值得？喜欢的话，你就去买1999；你觉得不值得，你无所谓，不需要吃这些，那你就是1359是最合适的。以此类推啊，再高一个档次就是再有别的不同的特殊餐点，那你就是多花这些钱去买这些特殊餐点，你觉得值不值得而已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我们第一次去吃的时候花的是2599还是反正就2500左右那个档位吧，里面是有羊排啊和鹅肝啊，还有那个最出名的那个龙虾嘛，就龙虾还不错，但是鹅肝我觉得品质是不足以我花这个钱去吃的，所以我从此以后我也不会选别的套餐，我只会选1359这个套餐。这就是它套餐不同的几个点哦，大家可以自己去衡量，自己去选择。好了，那前面吐槽这么多啊，我们来逐一攻破它们啊。前面也说到了，因为地理位置比较偏僻，然后你又是全款付掉了，并且当天是不能更改时间的，
那么一样的，就前面说到了，希望小伙伴们都早一点出门，哪怕你到那边的 Central 去逛一逛，买点喝的东西喝一下，不要吃太多，因为吃自助餐嘛，逛一逛，先消耗一点体力，然后进去吃的更多，反正不要迟到，因为他们官方出来的规则里面也是说，请大家提前15分钟在餐厅门口排队，然后依次进场的。因为泰国堵车堵起来真的不是开玩笑的，堵上2-3个小时，真是让你完全没有脾气。然后呢，就是不是说了2个小时限时吗？那建议大家可以分开去柜台点单，那这样上菜速度不就可以快一点了吗？就比如你去这个柜台，我去那个柜台，我们选好之后他上来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吃，节约我们跑来跑去的时间。你跑2次变成跑1次的时间了，分头行动，节约时间。最重要的是，原来你可以主动和柜台的服务员说不要加面，那我的胃口就大大的空间留出来啦。最重要的重头戏来了，教大家如何能够订到1359这个套餐就是说你首先要加到 Copa 的这个 LINE， 加到它的 LINE 以后呢，你点一下这个。会出来这几张图片，有一个4方格的图片有个4方格的图片之后，你点一下这张图片，就可以点到自动跳转到一个 Hungry 的一个 app， 然后在这个网站里面呢，它才会显示到1359这个套餐。如果你去别的地方点，包括你去这个 Hungry Hub 这个 app 里面去点，它也只有1999，没有1359，只有从 LINE 的这个接口转到这个网站才能显示1359这个套餐。然后点进去选人数，神奇了它只有单数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是2个人，一般我们肯定是双数的人去吃嘛。2个人的话，你就先点1个人，选好时间，付全款，他们会发给你一个 Booking ID， 然后呢，你重新点1个人，有一个新的 Booking ID， 你把这2个 ID 记下来，在 LINE 上面发给 Copa， 你说我们这2个人想坐在一起，他就会给你们安排坐在一起了。这样你就省下了1200铢是不是没算错吧？就左右，是不是很划算？商家千万不要把我拉黑了。以此类推如果你们是4个人同行的话，那你就先订3个人，然后3个人订完以后，把那个 Booking ID 记下来，再订1个人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把这2个 Booking ID 告诉 LINE， 跟他们说你4个人坐在一起，然后他就会给你记录下来的，备注好的。如果你拿餐点的时候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贪心，你吃完以后有那么一点点剩下来的话 ，Copa， 我觉得你哪怕剩下来很多 ，Copa 都不会来罚你钱，因为很多自助餐厅你剩很多的话，其实商家是会要罚款的，但是 Copa 这里就是不存在，因为上次呢，我吃一盘东西我都还没有吃，他就把我收走了。所以大家也不用贪心大家也不用担心，如果有一点点贪心没有吃完的话，他们也不会罚钱。所以呢，1359这个价格，大家一定要按照我说的那个步骤来走订到这个1359这个价格，美食、好环境、好服务，还是值得一试的另外提醒大家订的时候，它中午有2档时间吧，好像，然后晚上是2档，4点半和晚上的7点。中午问题不大，不太会堵车。晚上的话，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是订4点半那一档，因为7点那一档非常容易堵车，非常容易堵车弄到后面又迟到了5分钟吧。本来还想早到1刻钟嘞。然后我总结一下，为什么还是会迟到，就真的是因为太远了。这一路上你不可预测的路况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，真的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早出门。本来应该早到的话是在这里排队的，然后没有一次是早到的。天哪，真的。餐厅门口有一个接待处，进去以后把预订号告诉服务员，他们就会把桌号给到我们，这样就可以直接进去啦。高分开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去了，对吧？
和上次的一块区域一样的一个。这里是备菜的，装修挺豪华的，而且面积真的很大，还有展示式的厨房。在这里，所有的服务员都戴着帽子和口罩，感觉很卫生，很安心。这好像是在煎什么吧？真的很大，这已经到另外一片区域了。哦，这里是黑松露汤和牛角包，还有甜品，甜品都在这边。太多了，太多了。饮料也是自己去接的，可以先自行装一点冰块。装饮料的时候，把自己的玻璃杯放在这个不锈钢的杯子里面。服务员接完饮料会再放回，全程不接触你的玻璃杯哦。这饮料也美的另有一幅画面感。Coco 的很多菜品都需要自己去柜台点单，先报自己的桌号，再报菜单上的号码就可以了。这样的点单柜台也很多。他们的明星菜品和牛船面，面的口感挺特别的，介于面条和米粉之间的感觉。来了，澳洲和牛。看这颜色就感觉非常不错哦。一个牛面形式的颜色哦。我背部有两大片。最后这是牛血，我特意查了一下，这个是牛血。原来泰国船面的汤头都使用猪血或者牛血，那这里使用的就是牛血。汤色和牛肉面相似，非常的浓厚，这个精华所在了。把牛血再加一点热汤，整体口味微微酸，搭配的刚刚好。用热汤去把和牛烫熟，鲜嫩可口。原来很久以前，在泰国贩卖船面的小贩，只能靠小船打工，如果碗太大，汤汁就很容易洒出来。所以为了方便和安全，盛船面的碗都是很小的，这也是船面的由来。又是一款明星产品，这个汤趁热喝，就是那个黑松露那个黑松露奶油汤配羊角包，看看这丝滑感，香而不腻。那我们要生蚝，再拿2个生蚝。这里是生鲜区，生蚝和各类刺身品种非常 nice， 很新鲜。我拿了好几份，只需要和服务员报上面的 ABCD 号码就可以了。鲜甜的，完全停不下来啊！我喜欢什么蘸料都不蘸，一口一个，爽！这个不是好吃的慢点，真的好。给你剥好的虾。哦，我一直以为它是烤的嘞。一口一个。有点甜甜的，蛮好吃。
它上面刷过一点酱。嗯，它的就是没有点过来。很难切的。它脆皮没有那么脆。嗯，可能风格不一样，像外面是很脆的。嗯，那就一点点，一小锅饭。又是明星产品了，和牛寿司，以及它一丢丢的饭。让我点。一口。一口下去，满嘴的香气啊！已经用餐1个小时了，出来活动一下，消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消化。啊，消化，对。其实这里的菜我觉得几乎每样都好吃，只不过是合不合你的口味。我觉得没有吃到过什么特别难吃，做的很差。只有你喜不喜欢？对，但有些人口味我不爱吃。对的，但每一样都好吃。有些人可能喜欢那种风格的，有些人喜欢这种风格的，这样。超值。先消化再吃。再切牛肉。那我知道这个可能就是我刚刚点的意大利面。哦，好，点吧。很膻的，很膻还好吃吗？很香，蛮香的，但是这个膻味膻到让我有点接受不了，鼻孔也伸大了。羊肉很膻的，你说一个感受。很香，就是你吃进去的时候，你嘴巴里都是氧。蛮好闻的。它这个酱嘛，这羊肉蛮膻的，但是这个酱蘸好以后好像没那么膻了，它好像有点去膻的。你说你肚子怎么了？我肚子收不进去了。证明啊，它2个小时的话，你吃1个小时的话，猛吃已经吃饱了。基本上就饱了。我们已经休息了很久了，现在再次出发。再吃碗船面。船面我觉得可以再吃一碗，因为它是酸的嘛，比较解腻一点。其实我还想喝那个汤，那个它有点太饱，但是那个汤，松茸汤实在是太好喝了，还有那个牛角包，绝配。我覺得好多豬腳同埋可能會麵，可能會燙手。有些都不用切。它里面其实是半生的，很嫩，很好吃的。对。你要蘸酱吗？蘸了，好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是晚餐那个时间段的话，4点半的绝对比7点的要好，因为4点半的人少。你各个地方点餐不需要排队，拿餐也不用排队。7点的话，其实就是你等餐拿餐的体验会稍微差一点，因为实在人有点多，而且更容易堵车。4点半有个问题，吃到6点半还是堵车，就要最堵的时候回去就堵了。所以，他们拿出来的盘子都是热的，就肯定是他们有统一标准的。对，就是细节决定。这个黑色的马卡龙有股肉味，有股肉，怎么说呢？是，我觉得它是有松露在里面。啊，对，松露味，聪明。肉味。太快了！一定要留点肚子来吃他们家的甜品哦，几乎每一个都好吃。这个布丁我一个人就吃了好几个呢。太好吃了，你吃吧。等不及。太多。我朋友说这个冰淇淋口感像巴西，怎么我们吃什么都像巴西呢？6点半吃完出来，这么多人在排队， 7点场的人已经在排队了。我们没有一次早餐。7点到8点来。分享美食，仿佛自己又重新品尝了一遍。这里是生活在曼谷的大白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喽。